来，叉社大力神的第2款队长铲土机盒子，这回挺诡异的。正面这里是在这个边印了个冯会，横过来会显得更大一些。纸品方面，说明书、人物卡、信用卡的材质，会带这样的一块地台，也可以分成6个，上边还有贴纸，可以把这个地砖贴一下。这一套是靠配件合体的，也是把大胯这些地方拆碎了，分散到各个成员里边。武器小枪和大宝剑，枪上面有一些插口，看来也是可以组合起来，最后组成大力神的大枪。2个小军号，为什么会带俩呢？上一款拖斗里边没带啊，它带在了这个里边，塑料的材质，电镀的金色，挺漂亮的。然后是2个肩甲的替换零件，玩具人形包装，身高在22公分左右，比较起来是要比 FT 的单体人形要小上1圈的。全身的零件都有上漆的效果，头雕的还原元素做的还不错，眼罩这个地方是电镀出来的金属红色，肩膀位置的轮子，现在的造型也是像记忆玩具的样式啊，你也可以把它拆掉，把盒子里带的这个肩甲替换上去，这样就更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。不过这种插拔替换，总觉得会有一些不爽。脖子360度旋转。抬头的幅度也可以折到90度，肩膀、齿轮关节平举90度，360度旋转，这个地方也是齿轮关节，但会被后边的铲斗堵住。另外，肩膀这里还单独做了一个外扩的蝴蝶关节，打开扣子可以折大概45度左右。二头肌360度旋转，胳膊肘的位置有2段曲肘关节，135度左右。另外，在这一条手臂上边还有一个盖板，可以打开，里边有通讯器。只有这一条胳膊有啊。手腕左右旋转，可以往上抬，折开这个关节。3指连在一起的关节可动手，大拇指独立活动。胸甲的造型刻画和涂装效果都不错啊，这一块中间的位置是一个合金零件。背包来看，铲斗这些支臂的部位压缩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它把那些支臂全部团起来，压缩到背部的空间里边，包括上边的这个顶棚，所以这块的背包压缩感还不错啊，稳定程度锁的也很结实。腰部左右旋转360度，齿轮关节很清脆，独立的弯腰关节可以折开。当然后边这里还有一个锁扣啊，前踢齿轮关节90度，支撑力度也不错，后踢差不多也快踢平。侧踢没有齿轮关节，但支撑的力度还可以，这条腿其实也挺重的。大腿根左右有旋转，膝盖位置2段的齿轮关节可以对折起来，但是这个齿轮没有那种特别明显。左右接地，脚尖和脚后跟要独立的旋转，这2块都是合金的材质。此外的合金分布点，支臂的这个部分，大腿的这个部分，还有后边的这块板子，也是为了起到一个配重的效果吧。所以这一款的单体拿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，主要它也是合体成了大力神的腿部嘛，要起到一个配重的效果。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款的变形过程，其实相对来说啊，竟然是叉社的设计啊。变形难度的话，其实不算太复杂。我们把手臂折开，把这一块旋转进去，盖住这个盖板。另外的一块变形呢，其实也一样，但是结构不太相同，因为这一块里边有一个手臂的通讯面板。好。全部折好以后，我们把手臂这一节缩短，里边有一个滑道，还是挺紧的。背包这里的解锁，这里有一个钩子，和下方的这个顶棚有连接。我们把这个滑道整个的拉出来，脱开这一块，接着继续拉出来根部这里的滑道。这里小心一点吧，因为毕竟很细嘛，而且是2根棍子。要左右挪着来回的拉，拉到底有葫芦锁把它锁住。腰部这里啊，我们要往下弯1尺，掰开这个扣子，稍微的歪下来。后裙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左右有操纵杆，把它立起来。现在先把它折好啊，因为一会儿不好抠了。好，把这里打开之后，我们腾开手臂的位置，注意看腰侧面这里有2个小卡子。这地方是锁扣的位置啊，把这个地方90度掰开，
然后肩膀往前再拖开这个蝴蝶关节的扣子。我们把这块全部解锁好以后，就可以把整个的支臂翻出来。注意看这个位置，这儿有2个钩子，这2块倒也是合金的零件，我们需要把前边缠斗的这下方锁子结合扣起来，让开这里，把这个关节扣子锁住，再用这个合金的棍子再锁一次。接着后腰这里有一个小舱盖，我们把它打开，里边的方向盘旋转出来，盖回去，脑袋直接拨开，然后横转一个90度，用这个面最小的幅度让过去，折到里边，前方的2个扣点插住。腿部的变形，脚尖和脚后跟收纳起来，放到这个空间里面。接着侧面这里有一个小盖板，旋转180度，把它翻出来。下方后边腿肚子的这个零件打开，这一块插着的扣子，还有这一块插着的扣子，我们往外翻一下，再放出来，腾出来这些空间。接着顺着这里边顶一下，把这个盖板顶开，然后旋转180度，烟囱给它搞出来，再放回去，翻平，里边都有扣点，把它结合好。侧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锁边零件，也是挡肉的板，把它立起来。这个时候脚尖放进去，开始往里合腿部的时候，注意这一块面板先打起来，然后侧裙甲翻折一个90度。为啥侧裙甲是一个绿色的？它这边有刻画楼梯，膝盖的位置有2段关节，我们顺着绿色的这一块，把它翻转180度，折下来。然后这里边的扣子结合，前方这里的边搭上，把这个方框框出来。好，翻到这一面，打开下方这一块盖板，中间的这个 U 型零件，把它翻折出来，接着往回对。这个时候侧面这里就出现一个扣子，把这里卡上，后边这里再怼上。侧面的这一条还有一个90度翻起来的加宽板子，把它立正。现在喇叭裤的梯形腿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。底盘这里的零件收纳，我们打开这一块面板，2段关节折叠出来，最上面的这一块是个合金零件，然后把这一块区域折到这个里边去，下方这里的扣子卡上，前面这里侧方的扣子和裙甲的边儿结合，插住。另一条腿变形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双腿夹合在一起。好，现在开始锁定胳膊，注意前方胸口的位置，它是一个斜坡向下大概30度的，要把腰部的这对关节折过来。手臂结合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我们把小臂旋转90度，肩膀的蝴蝶关节锁扣定上，往回折叠，这个扣子对准这个眼儿，然后这里的一个洞对准这块面板下方，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维度的结合，把它拉住。来看驾驶舱，靠背90度折起来，后方有一个插扣，填到这个板子的下方，里边的座位、方向盘，还有这个操纵的杆儿，这个倒是都有刻画。接着把这一根整个的往后拉，拉过来以后，左右这个地方有2个夹扣，夹住这边缘，顺着里边的凹槽，正好把这个弧线插进去。旋转顶棚的时候捏着点这个根部啊，毕竟这一块的轴太细了，而且里边有卡点的定位，我们把它翻一个180度，再把紫色的这一面翻180度，折出来，最后翻到肚皮下方，把胸甲的这个合金盖子往后折，不然会磨地的。另外单独的小枪还有个收纳位置，我们把这一块炮管缩短扣住，然后打开根部这块板子，顺着侧面这里的扣眼把它夹进去，这样就完全隐藏在车底了。
这款车型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，变形难度对于叉社的产品来说，这一款其实还算简单啊。变形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很颠覆传统记忆的方式，其实所增加的变形结构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型、堵孔以及框出来的多余的位置啊。上边的这一块支臂整个堆叠起来，压缩到背包密度会很小，而且这一块做了一个斜方向的上半身，让整个的机，这个算什么发动机的位置吧，其实就很像拖拉机啊，圆乎乎的这种感觉。橡胶的轮胎，特别厚的轮子，中间的轮毂是合金的零件，变形到位的话，推车滚动是非常丝滑的。上边这一块也可以从根部的齿轮关节来回抬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旋转折叠，举起来。铲斗活动的时候，根部这里还有一段真实的液压活动范围，这个地方也是齿轮关节。这一块位置并没有堵得很严实，露着个窟窿啊，里边还会透出来银色的两条腿。当然还有个所谓的挂载模式，就把这东西往这儿一放，把这两个撅了它，这个样子不太累赘了，并不好看，后边驮着这么大一坨。那我们也是来看这款合体模式的变形，依旧先把顶子这一块翻折过去，这里旋转180度，掰开下方这里连接的两个扣子，我们往前挪。挪过来之后，根部的滑道缩短，打开这一块的盖子，把方向盘继续藏进去，驾驶室的靠背折下来，然后我们把胳膊拆开，卸下来这里边所有的扣子，折叠往前放。这一块根部的蝴蝶关节锁，我们把它打开。然后根部有一个滑道，滑上来以后，根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锁子，结合在这里。再把小臂转到前方，然后是铲斗的位置也需要变形一下，我们要把这块先拉出来。注意在这个位置会有两个扣子，我们需要借助工具把它翻出来。这地方确实啊没有什么好操作的空间，手指甲是放不进去的。挪出来以后再往回卡，就把这个限位的卡子放在了这个合金零件的凹槽里边，把它定住了。然后我们再拆开这两根合金棍子的根部，这个地方卡的会特别的紧，有两个锁扣的位置，顶一下，把它拉出来，放到铲斗上方这个地方的两个扣子里边，再把它插死。两根合金棍子起到一个三角形的定位支撑效果。下一个锁定的位置在这个根部的齿轮关节，我们把它折出来，然后用侧面的这个扣子顺着这地方的凹槽把它夹住，两面都锁上。然后脚丫子的造型，现在前面有7个齿牙，我们把这个脚尖折出来，变成2个大指头，很简单的一步。里边这里还有一个板子，把它立起来。然后腰部刚才我们在车型的时候往后掰了一尺啊，现在把它归正，立到前方来。这个时候得使点大力了，整个的腰部给它拉出来，抱在怀里揪一下吧，这一块还是挺紧的。把它整个拽出来以后，目的是为了达到左右的脚部接地齿轮关节，把这块让出来。刚才这块已经按进去了，我们把它往下折一折，按下去，回归。这块翻起来吧。腿部后方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把轮子倒转一圈，搁在这儿吧，然后打开后方这一块的盖子，这个也是不好操作啊，我们找一个东西顶它一下，把这个边缘框子都顶出来，然后翻转180度，把这个烟囱的位置收纳进去。其实你要是不用工具呢，还得把腿部拆开啊，就麻烦一些了，给的操作空间不太够。好，垫好之后就可以把这一块的盖子再堵好，最后来连接大腿，
整个把这一块套上去，前方这里刚才翻出的2个锁点跟这里结合，后边这里的钩子再锁上。变形的过程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主要是因为大腿的这个部分不涉及变形结构啊，就是一个配件插上去的。但是吧，这一款我个人感觉支撑起来这个脚后跟并没有什么很好的锁定位置，不是特别的靠谱啊。腰部这一块拉出来，这个位置也显得有一些危险。脚踝的位置，你毕竟要使用到接地关节嘛。虽然说这个里边是一个合金的零件，但下方这里这一块并不是啊。结合在这个地方会显得很细。我们把 FT 的这条腿啊拿出来对比一下，竟然是一般长的。FT 的这个倒是没有用到这一块的配件，它是增加了脚后跟的配件，这样也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种感觉。叉热的这条腿呢，会更还原记忆玩具的样式。但是就看这个厚重感来说，感觉 FT 的会更加的厚重啊。叉射的这一块，我总觉得这一块支撑虽然说都有锁扣的位置把它锁定好了，也都是这些合金的关节，主要是脚后跟这2条手臂的位置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锁定，或者说各种维度把它结合的更结实，仅靠这个齿轮关节，反正还是得看最后的组合效果啊。颜色方面对比的话，叉射的这一款显得会更加的绿一些 ，FT 的这个会有一种偏黄的感觉。但 FT 的整个身形效果，它在合体形态下是把4个轮子都完全隐藏起来的，叉射这里会露着4个轮子。所以也能想象这2家最后组合完成的一种效果，应该是一个更偏向记忆玩具，向复古风靠拢；另一个会更加像动画片里边修了美型之后的那种厚重感。所以一切也是等最后这2套全部组合起来的效果，看看究竟如何吧。那么得嘞，这一套叉射的队长铲土机就是这样了。大家觉得这款的设计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